四方机制以金砖国家都在拉扯印度，莫迪政府最近似乎成了香饽饽，有好戏看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中，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印度呢，又是对抗中国的最关键变量。而在金砖五国的机制下，虽然有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强国，但印度本身的分量也不轻。现在，印度的《欧亚时报》认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印度正在被四方机制与金砖国家同时引诱，而莫迪政府看上去成了香饽饽，正在利用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多方通吃。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四方机制中，印度是唯一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的国家。为了让这个机制存在下去，也为了制衡中国，美国容忍了印度的任性。为了让四方机制能与中国的影响力展开有力的竞争，在东京进行的四方峰会取得了一定的共识，比如承诺合作建立一个名为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的机构，主要负责追踪印太地区的非法捕捞活动，并可能共同应对自然和人道主义灾难，还承诺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投资500亿美元。这摆明了就是要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可以这么讲，如果没有印度，美国主导的四方机制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针对中国的三国联盟。因为有了印度，由四方联合形成的机制虽然也是针对中国的，但就不敢那么明说了。所以现在的四方机制既不是军事联盟，也不是经济联盟，更像是以中国展开影响力竞争的联盟。正因为如此，也就为印度与中国在金砖五国机制下的持续合作创造了条件。金砖国家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的英国首席经济学家创造的，象征了大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10几年来，已经促成了5个成员国之间协商与合作的习惯和必要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本身就是改变全球游戏规则的力量。金砖国家这个概念也因为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变得更为显眼，甚至有进一步扩大范围的可能。有意思的是，印度既是四方机制的成员，也是金砖国家集团的成员。莫迪可以从一个据称是志同道合的峰会立即转移到另一个峰会，几乎不会感到尴尬。在实践中，所谓的四方机制在全面的安全伙伴关系中直接对抗中国，只不过这是一个想做而又不好明说的遥远目标。考虑到印度的利益和态度，美国在四方机制中更现实的目标是确保印度永远不会发展出与中国和俄罗斯真正亲近的关系。莫迪政府在四方机制与金砖五国之间左右横跳，证明根本不是美日澳在利用印度，而是莫迪政府在利用遏制中国这个命题从美日澳那里获利。到目前为止，印度还在参加金砖国家会议，这同样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此外，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也在邀请印度参加 G7 领导人会议，甚至呢有可能成为惯例。而俄罗斯最近提出的希望成立一个新的 G8 联盟，其中就同时包括了中国与印度。总之，印度正在利用其独特的国际地位，在各种国际机制中成为香饽饽。过去我们就说过，印度虽然发展的不怎么样，但是因为有潜力，又因为是中国的邻国，正在成为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一个大变数。莫迪政府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也在利用这种优势获利。这就决定了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将是既竞争又合作。中印边境地区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既保持紧张对峙，但又不至于全面开战的态势。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